天大的好消息，阿平的中式灶台终于完工了，没有花費1分錢，還做得非常有特色。坐月子的他一邊要蓋房子，一邊還要獨自帶娃，能把新廚房建成這樣也實在是不容易。天剛蒙蒙亮，阿平和乖寶就早早的起床了。昨天已經把廚房的頂棚和立柱建造好了，那麼今天就讓阿平教教大家如何徒手做一個精美的中式灶台。以後阿平做飯的時候再也不用在露天的院子了。幹活之前，阿平當然也要做點早飯來吃。沒坐月子之前的阿平早上經常不吃早飯，坐月子期間他不但要餵食母乳，還要搭建房子，這讓野阿平養成了吃早飯的習慣。希望阿平能一直保持，畢竟再忙再累，身體才是最重要的。只見他拿起一個老舊的打火機，小心地點燃了幾根乾柴。不一會兒，灶台裡就升起了溫暖的火光。寶寶今天剛退燒，已經乖乖地睡了大半天了。也許是吊床輕輕晃動的安全感，讓他睡得格外香甜。阿平知道要抓緊時間把飯做好，不然等孩子醒了，又得一邊哄一邊做飯，可就麻煩了。他一邊細心地淘米，一邊用手感受水量。經驗豐富的他早已掌握了分寸。米淘好後，他把鍋放上灶台，再蓋好鍋蓋，開始煮飯。趁着米飯還沒熟的間隙，他趕緊回屋看了一眼孩子，發現還睡得挺安穩，便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了起來。阿平懷抱着孩子站在廚房門前，還不忘拿勺子攪一攪鍋裡的米飯，避免鍋底糊掉。畢竟這個鍋早已年久失修，哪都不好用。抱着孩子的他順勢走到了後院，他輕聲地告訴了寶寶說，等你長大了，這裡就會有一間新房子了。也許這句話寶寶聽不懂，但阿平的眼神裡卻是藏着對未來的期盼。確認鍋裡米飯煮得差不多了，他又趕緊蓋好鍋蓋，然後回到屋裡，坐在吊床邊開始餵寶寶母乳。餵完母乳之後，阿平就要開始今天的任務了。昨天在乾媽的鼎力支持下，阿平已經打造好了廚房的基本構造。今天就讓阿平教教大家怎樣不花錢打造出一個雙灶台的中式廚房。這個廚房的面積不小，通風採光也不錯。相比過去在露天院子裡生活做飯，對阿平來說方便多了。很多人可能很難相信，這樣一磚一瓦建好了廚房，竟是一個剛生完孩子不久的女孩完成的。自從被丈夫趕出家門的那天起，阿平就暗暗下定決心，無論多苦也要為孩子撐起一片天。當廚房建成後，整個家的空間也會擴大了1倍。雖然身邊沒有親人相助，但阿平對生活的要求一點沒降低。他要讓這個身處深山的簡陋小屋漸漸擁有完整的家的模樣。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整個廚房裡的核心建灶台了。阿平直接拿來小一點的鐵鍬，對着弧形內的泥土不停地挖掘。因為這裡距離寶寶僅有幾米遠，阿平也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發出太大聲響，生怕自己的動作聲音會驚醒寶寶的美夢。他根據泥牆上畫出2個灶眼的形狀，開始一點點地按照圖形挖土建造。雖然這是粗活累活，但阿平一點不嫌苦。他認為這既是荒野的一部分，也是填補孤獨驅散煩憂的方式。日子雖然過得緊巴，但只要動起來，心裡就踏實很多了。用來打造中式灶台的土是山坡上比較緊實的土塊，土質很緊實，坡度也是天然形成的，非常適合建個牢靠的雙灶台。將來阿平可以一個灶燒飯，一個灶煲湯或煮孩子的輔食，這樣也能節省更多時間照顧孩子。在挖掘的過程中，阿平不斷地思考着如何更好地設計這個灶台，因為這個灶台面以後還要擺放不少廚具。他的腦海不斷浮現各種奇妙的想法。當他把鍋台的尺寸一點點修整完畢，手上已是滿是泥漿，他來來回回地調試着灶台的大小，以至於到時候鍋放在上面會尺寸不合適，只為以後阿平做飯會更方便。阿平雖是個20出頭的小姑娘，但幹起活來卻比不少男生還穩當。她沒下過山，更沒出過遠門，卻用自己的方式
把小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條。如今这個灶台雖然簡陋，卻凝聚了他太多心血，整個廚房也基本成型了，只差一個櫥櫃。等阿平有空，他打算用山上的竹子做一個，下雨的時候還能把柴火儲存在灶台底下，不至於因為天氣而沒柴燒。阿平搭建的這個灶台看起來非常的美觀實用，相信他燒火的時候火勢也能很旺盛。最後他還貼心的在地上挖了個排水溝，防止雨水倒灌進廚房。每一個細節都是他作為媽媽或者作為家的主人默默守護生活的一種方式。也許你會覺得阿平這樣的生活難以忍受，可在阿平眼中這已是別墅級的享受了。他常常自我調侃，這裡就是他和孩子的小別墅了。因為他不安慰自己，就沒辦法對未來充滿希望。小小的柔弱的女人，肩上卻扛起了整個家，這正是我們常說的母愛的偉大。忙完一天，阿平才想起屋裡的孩子。他來到洗漱台，用冰涼的山泉水沖洗一天的汗水與疲憊。這個習慣雖然不太好，但他認為這只是小事，因為能省水，也能快點結束洗漱。望着熟睡的孩子，他眼裡充滿了光。阿平輕輕地把孩子抱到廚房裡，想讓寶寶一起感受這份成果。兩個灶台，一個給自己做飯，一個專門做寶寶的輔食，想想就很幸福。只是眼下萬事俱備，唯獨還差食材。就這樣，阿平和孩子也要休息一會兒了。時間很快來到了下午，在門外的阿平聽到了孩子的哭聲，他趕緊走過去，把熟睡的寶寶輕輕抱起，接着他準備餵上下午的第一口母乳。小家伙果然餓了，本能的咕嚕咕嚕吸吮起來，滿足的聲音在安靜的屋子裡格外清晰。沒過多久，寶寶就吃飽喝足，安穩地躺在搖床裡，不哭不鬧。趁着這短暫的安靜時光，阿平趕緊提起雞糧去後院餵雞。他輕聲喚着，熟練地撒下一把把糧食。幾隻活蹦亂跳的小雞嘰嘰喳喳地開始搶食。這幾隻雞看上去長勢喜人，也給院子增添了幾分生氣。餵完雞後，阿平回到屋，再次確認寶寶安穩後，穿上那件陪伴自己許久的舊外套，拿起一把鋸子走到屋角。只見他對着橫在牆邊的竹片開始鋸割。原來他要在這裡開一道通往廚房的新門。早在建廚房的時候，他就打好了主意，想着這樣來回走動會方便許多。沒一會兒，竹牆被鋸出一個整齊的門洞，被拆下的竹片也沒有浪費，他費勁地搬到廚房一角。阿平要麼做圍牆，要麼日後也能當柴火用，真是個機靈的女人。廚房裡傳出嗶嗶啦啦的響聲，阿平新建的灶台已經開始燒火了，火焰非常旺盛。趁着這時候，阿平回到舊廚房，把原先臨時搭建的灶台拆了下來。那個灶台不過是幾張棕櫚葉搭成的簡易遮雨棚，如今也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把舊灶台徹底拆掉後，剩下的鍋具、柴火也都挪進了新廚房，看起來不光更安全，做起飯來也順手多了。隨後他又細細打掃了一遍舊廚房的位置，把地面清理乾淨，整潔如初。順着鏡頭望去，院子裡的花開得正豔，各種色彩在陽光下交相輝映，在綠色葉子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生機勃勃。而屋裡小寶寶依舊酣然入睡，小小的臉龐安靜祥和。這時新灶台上的水也已經燒開了。阿平檢查了一下火候，發現現在沒什麼需要煮的，他就把部分柴火抽出來節省燃料。細心的他還特別設計了2個煙囱的位置，巧妙地幫助灶台排煙散熱。看着這一切，誰又能想到這個小廚房從無到有，都是阿平一個人一點點拼出來的。不僅為自己建起了生活的保障，也為孩子撐起了最朴實的溫暖港灣。